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腊月28，北京南站，我握着手机，看着银行账户里那个让人眩晕的数字9600000元。3天前，我刚从彩票中心走出来，2亿大奖的获得者就是我。儿子，什么时候到家？你爸已经炖了排骨汤等你了。妈妈李秀芳在电话里声音很温柔，马上就到了。妈，我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。对了，我有点事要跟你们商量。什么事？工作上的，到家再说吧。我故意卖了个关子，挂掉电话。我冷笑一声，这些年来我在北京打拼，每年给家里寄钱，可是每次回家，爸妈总是对我爱理不理的。现在我要好好测试一下他们，看看当我遇到困难时，他们会是什么反应。如果他们真的爱我，那我就当这是一场玩笑；如果他们的表现让我失望，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陈浩，28岁，北京一家外贸公司的销售经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个外人。爸爸陈国强，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，平时话不多，对我总是很严厉。妈妈李秀芳，县农商银行的会计，表面上对我还算关心，但我总感觉她心里装着别的事。我还有个弟弟陈浩宇，比我小5岁，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疙瘩。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爸妈对我和对弟弟的态度判若两人。记得8岁那年冬天，我和弟弟都想要一双新棉鞋，妈妈二话不说就给弟弟买了一双120块的名牌，对我却说：“浩子，你那双还能穿，别浪费钱。”我看着脚上破了洞，露出脚趾的旧鞋，心里说不出的委屈。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次生病的经历。我10岁时得了肺炎，高烧39度，妈妈只是给我吃了点退烧药，说男孩子要坚强，挺挺就过去了。结果我烧了3天3夜，差点烧成肺炎。而2年后，弟弟只是普通感冒，妈妈立马请假带他去市医院挂专家号，各种检查一样不落，花了3000多块。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，每次有好菜，妈妈总是先给弟弟夹，嘴里还说浩宇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点好的。而我想夹一块肉，爸爸就会瞪我：“你都这么大了，还跟弟弟抢吃的。”生日的时候更是天壤之别，弟弟每年生日，全家都要庆祝，买蛋糕，买礼物，邀请同学来家里玩。我的生日从来没有蛋糕，最多就是妈妈多做一个菜，还要说浩子又大了1岁，要更懂事了。上学的费用也不一样，我上小学时，妈妈总是买最便宜的书包、文具，说学习用品差不多就行，关键是要用心学。弟弟上学时，妈妈给他买的都是最好的牌子，书包、铅笔盒、文具盒，样样精美，说好的学习用品能激发学习兴趣。最让我心寒的是高考那年，我拼命学习，每天只睡4-5个小时，最终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。消息传来时，爸妈只是淡淡的说了句不错，没给家里丢脸。而弟弟高考时，我特意请假回家陪他，结果他只考了个3本，但爸妈却摆了3桌酒席庆祝，逢人就说我们家浩宇也是大学生了。那时我就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那个应该懂事的老大，而弟弟永远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宝贝。浩子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要学会自立了。这是妈妈从我10岁开始就经常对我说的话。
然而弟弟都23岁了，还在家里啃老，妈妈却说浩宇还小，让他多在家待几年。这些年来，我总是告诉自己，也许父母有他们的苦衷，也许我想多了，但那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，就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心里。这些年在北京，我靠自己的努力，从一个普通业务员做到了销售经理，年薪30万，每年我都会给家里寄10万块钱，也算是尽儿子的孝心。但每次回家，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微妙的疏离感。去年春节，我花了2万块给爸妈买了按摩椅，他们收下了，但没什么特别的表示。同一天，弟弟给妈妈买了条300块的围巾，妈妈高兴得不得了，逢人就夸弟弟孝顺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吧，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。直到3天前，命运给了我一个测试他们的机会。那天下午，我刚谈完一个大单，心情不错，路过小区门口的彩票店，随手买了注双色球。陈经理，又来是运气啊！老板娘笑着打招呼。就是玩玩。我接过彩票，随便看了眼，号码就塞进了钱包。第二天晚上，同事小张在办公室大喊：卧槽，昨天有人中了1、2亿，这得是什么运气啊！我当时正在整理文件，头也没抬。中奖号码是多少？03、17、22、28、31、33。篮球08。我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，这串数字，我急忙翻出钱包里的彩票：03、17、22、28、31、33。篮球08，完全一样。我盯着那张小小的彩票看了足足5分钟，然后悄悄走到卫生间，用手机查了3遍开奖结果。没错，我中了1、2亿元特等奖。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，第二天一早就请假去了省彩票中心。恭喜您，陈先生，扣除个人所得税后，您可以获得9600万元奖金。工作人员的话让一切变得真实。9600万，我一个月薪水只有2万多的打工人，突然成了千万富翁。办完手续后，我坐在车里，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，我要回家测试一下爸妈。这些年来，我总觉得在这个家里不受重视，现在正好有个机会验证一下。我要假装遇到了困难，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。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我，愿意帮助我，那我就告诉他们真相，一家人从此和和美美。如果他们的表现让我心寒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于是我精心编了一个故事，我被人骗了，欠下了120万的债务，急需用钱。火车到站时已经是下午5点，爸爸开着那辆开了10年的桑塔纳来接我，一见面就皱着眉头，怎么这么晚才到？你妈都等急了。火车晚点了，我解释道，以后坐高铁别省那点钱。爸爸语气里带着不满。一路上爸爸都没怎么跟我说话，只是偶尔问问工作情况。到家后，妈妈正在厨房忙活，看到我回来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耗子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我炖了排骨汤。弟弟陈浩宇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头都没抬。哥，你回来了啊？浩宇，你哥回来了，起来说话。妈妈瞪了弟弟一眼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弟弟勉强坐起来。哥，在北京挣大钱了吧？听说那边房价老贵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还行吧。晚饭桌上，妈妈给我盛了汤。浩子，你在电话里说有事要商量，什么事啊？我看了看3个人，深吸一口气。我遇到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爸爸放下筷子。我被人骗了，
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颤抖，欠了很多钱，被骗了。妈妈的表情变得严肃，怎么回事？我开始讲编好的故事。去年有个客户介绍我投资一个项目，说是稳赚不赔。我一开始只投了10万，确实赚了一些。后来他们说有更大的机会，我就把积蓄都投进去了，还借了朋友的钱。投了多少？爸爸的脸色已经很难看。120万。我咬牙说出这个数字。现在项目黄了，钱全没了，还欠着朋友80万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反应，等待着他们的回应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彻底心寒了。沉默了大约10秒钟后，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慢慢放下手中的筷子，眼睛里闪着怒火。突然，他重重一拍桌子，碗筷都跳了起来。你这个败家子，120万！你知道120万是什么概念吗？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。爸，别叫我爸。爸爸站起身，用手指着我，手都在发抖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儿子？我教了这么多年书，见过无数学生，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没脑子的。妈妈的脸色也瞬间变得铁青，她用力推开面前的碗，汤汁溅了一桌子。浩子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那么多钱，你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投出去了？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妈，我也不想的，我是被骗了。被骗？妈妈冷笑一声。你以为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什么投资能稳赚不赔？你就是贪心，就是想不劳而获。妈妈说的对。弟弟放下手机，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哥，你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怎么这次这么傻？这下好了，全家都要跟着你倒霉。爸爸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越想越气。120万，我们2个人不吃不喝，要攒多少年？你倒好，一下子就没了。爸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爸爸转过身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。那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这把年纪了，还要为你的愚蠢买单吗？妈妈也站了起来，双手叉腰。浩子，我问你，现在那些债主会不会找到家里来？会不会影响你爸的工作？会不会影响浩宇找工作？看着妈妈的表情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她担心的不是我的安危，而是这件事会不会连累到他们。妈，你是在担心我，还是在担心你们自己？我忍不住问道。这句话一出，全家人都愣住了，妈妈的脸一下子红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是你父母，能不担心你吗？但是我们也要考虑现实啊。现实？我苦笑。什么现实？爸爸冷冷地说。现实就是你闯的祸，别想拖累我们全家。看着他们的反应，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试探性地问。爸爸冷笑一声。怎么办？你自己惹的祸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可是我真的没钱了。我继续装可怜。没钱，那就慢慢还呗。妈妈的语气很不耐烦。反正你在北京工作，1个月也有2万多，紧紧巴巴过几年，总能还上。妈，80万，我要还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我们能怎么办？妈妈摊手，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啊。我看向弟弟，浩宇，你能不能？哥，别看我，我一个刚毕业的，哪有钱啊？弟弟立马摆手。这时，爸爸突然说道：浩子，我问你，那些人有没有威胁你？会不会来家里闹事？我愣了一下。他们说如果年后还不上钱，就要起诉我。起诉就起诉呗，又不会死人。爸爸松了口气，最多就是法院执行，把你工资扣一部分，慢慢还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彻底傻眼了。我以为爸爸关心的是我的安危，
结果他担心的是那些人会不会来家里麻烦他们。爸，我是你儿子啊！我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就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，我才这么生气。爸爸怒道：你这样搞，让我们老两口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头？妈妈也跟着数落：是啊，浩子，你这是做得太不像话了。你表弟小刚，人家踏踏实实工作，从来不搞这些投机倒把的事。妈，我真的是被骗了，被骗也是你自己贪心。妈妈打断我：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你不贪能被骗吗？弟弟在一旁添油加醋：就是哥，你平时不是挺精明的吗？怎么这次这么傻？看着他们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寒。我在北京这些年，每年给家里寄10万块钱，就是为了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。结果呢，当我真的遇到困难时，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，不是想办法帮助，而是指责、抱怨，甚至担心会连累到他们。好了好了，大过年的，别吵了。妈妈摆摆手：浩子，这事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，我们老两口也没什么钱，帮不了你。妈，我知道家里没什么钱，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爸爸站起身：我累了，先睡了，明天你哪来的回哪去，别在家里给我们添堵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进了卧室。妈妈看了我一眼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：浩子，不是妈不帮你，实在是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。你在北京工资高，慢慢还吧。那我能在家里多住几天吗？我试探性地问。妈妈犹豫了一下：你最好还是早点回北京吧，年后就要开工了，别因为这事误了工作，连留我多住几天都不愿意。我彻底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真的只是个外人。当晚，我躺在那个从小就住的房间里，看着熟悉的天花板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今天换成弟弟遇到这种事，他们会是这种反应吗？答案显而易见。我拿出手机，看着银行账户里的9600万，冷笑了一声：既然你们这么绝情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明天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天壤之别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早早起床，特意穿上了最普通的衣服，装出一副颓废的样子。下楼时，爸妈已经在吃早饭了。浩子，吃点早饭吧。妈妈象征性地招呼了一句。不了，没胃口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故意长叹一声。爸爸瞪了我一眼：别在那装可怜了，昨天的事就当买个教训。是啊，哥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弟弟一边喝粥一边说：大不了以后省着点花呗。听着他们的安慰，我心里更加坚定了接下来的计划。爸妈，我想再问你们一遍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我最后试探一次，能有什么办法？爸爸不耐烦地说：我们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1个月才8000多，你让我们怎么帮你？那我在外面借高利贷，你敢？妈妈立马制止：你要是敢碰高利贷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我苦笑：不借高利贷，不帮我想办法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自己的事自己解决。爸爸放下碗筷：我还要去学校准备下学期的课，没时间陪你在这瞎折腾。说完，他拿起包就走了。妈妈也站起身：我也要去单位。浩子，你自己在家待着吧。妈，那你的车票买了吗？妈妈打断我：要不今天就回北京吧，在家待着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这就是要赶我走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点点头。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，路上小心点。妈妈说完也出门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2个人。哥，你别怪爸妈，他们也是为你好。弟弟装模作样的安慰我。
为我好。我冷笑一声，浩宇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什么？如果是你欠了120万，你觉得爸妈会是这种反应吗？弟弟愣了一下，然后有些心虚地说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我又不会去投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再问你，这些年我给家里寄了多少钱？这大概有个70-80万吧。那我现在要用钱了，为什么不能从这里面拿一部分？弟弟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我站起身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弟弟，你记住今天的对话，以后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现实。说完，我上楼收拾行李，其实根本没什么要收拾的，我就是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冷静下来。半小时后，我下楼准备离开，这时我的手机响了。喂，陈先生吗？我是奔驰 4S 店的销售经理王磊，您订的那辆 S 级轿车到了，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提车？我故意把声音调大。什么？车到了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了，那辆劳斯莱斯什么时候能到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挂掉电话，我看向目瞪口呆的弟弟，哥，你买车了？弟弟结结巴巴地问。买了几辆？我淡淡地说，昨天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从包里拿出彩票中奖证明，在弟弟面前晃了晃。我中彩票了，1-2亿。弟弟看到中奖证明上的数字，整个人都傻了。1-2亿？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开玩笑吗？我把证明收起来，银行卡里现在有9600万，昨天说欠债120万，都是我编的。什么？编的？弟弟跳了起来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因为我想看看，当我真的遇到困难时，这个家的人会是什么反应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现在我看到了。弟弟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哥，你别这样，我们昨天也是太着急了，说话可能有点重。我嗤笑一声。浩宇，你知道昨天爸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吗？他说，你哪来的回哪去，别在家里给我们添堵。爸他就是一时生气。我打断他，我在北京打拼这么多年，每年给家里寄10万块钱，你算算我总共寄了多少？弟弟低下头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至少80万。我继续说，80万够还那个假的债了吧？可是昨天你们的反应呢？爸说让我自己想办法，妈说没钱帮我，你说别连累你们。哥，我们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弟弟的声音都颤抖了。错了。我背起包，现在说错了，晚了。正在这时，门外传来汽车声，还夹杂着一些嘈杂的人声。我透过窗户看出去，不由得笑了。一辆黑色的奔驰 S 级轿车缓缓停在了门口，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紧跟着，一辆红色的法拉利也停了下来。跑车的发动机轰鸣声在安静的小巷里格外刺耳，整条巷子都炸锅了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车？奔驰，还有法拉利，谁家这么有钱？停在老陈家门口，不会是他们家的吧？邻居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围观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有的拿出手机拍照，有的直接凑到车前仔细观看。3个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从车上下来，为首的一个拿着文件夹，恭敬地向我们家门口走来。陈先生，您的车送到了。4S店的工作人员向我深深鞠躬，声音洪亮，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。弟弟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他趴在窗户上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外面的景象。哥，这些车都是你的？真的假的？邻居李阿姨挤到门口，大声问道。浩宇啊，这些车是你们家的吗？这
弟弟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工作人员又说道：“陈先生，这是您的车钥匙和相关文件，请您验收。另外，您预定的劳斯莱斯库里南下周就能到货，到时候我们再联系您。”劳斯莱斯！李阿姨尖叫一声：“天哪，那不是1000多万的车吗？”周围的邻居们更加激动了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：“老陈家这是发了什么财？听说浩子在北京工作，原来这么有钱啊，人不可貌相啊！”看着普普通通的一家人，弟弟看着这阵势，脸色越来越白。刚才还在嘲笑我的他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暂时先买了这2辆劳斯莱斯，还要等几天。我淡淡的说：“对了，昨天你问我在北京挣大钱了没有？现在我回答你，挣了9600万。”弟弟彻底懵了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我走向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记得告诉爸妈，以后别等我的孝敬钱了，我要把这些钱投资，让它变成几个亿，然后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哥，你别走！弟弟急了，你等等，我马上给爸妈打电话。不用了，我冷笑道。昨天他们已经表明态度了，现在知道我有钱了，又要巴结我。世界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我走出家门，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检查了车辆，然后签了收车手续。弟弟跟在我身后，一直在劝我：“哥，你消消气，爸妈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不是什么意思？我坐进奔驰的驾驶座。浩宇，让我问你，如果昨天是你欠了120万，爸妈会是那种反应吗？弟弟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答案。如果是弟弟遇到这种事，爸妈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。别说120万，就算是1200万，他们也会砸锅卖铁。哥，我知道爸妈平时对你确实不够好，但是什么？我启动汽车，但是现在我有钱了，所以就要原谅他们。不是这样的，浩宇。我摇下车窗，有句话叫贫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昨天我贫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态度？今天我富了，他们又会是什么态度？哥，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挂上档位，记住昨天的教训吧。说完，我踩下油门，绝尘而去。通过后视镜，我看到弟弟站在原地，手足无措地掏出手机，应该是在给爸妈打电话。半小时后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妈妈的号码。浩子，你在哪？妈妈的声音很急促。在路上，准备回北京。我淡淡地说：“你先别走。”浩宇跟我说你中彩票了。中了多少钱？2亿，税后9600万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然后传来妈妈颤抖的声音：“浩子，你快回来，妈有话跟你说。”不了，我赶时间。浩子，妈妈的声音都变了。昨天的事是妈不对，妈给你道歉，你快回来道歉。我冷笑：“妈，昨天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我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，你们没钱帮我，让我慢慢还债，现在怎么又要道歉了？”浩子，妈，那是被你气糊涂了，你欠那么多钱，妈一时接受不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有9600万了，你就接受得了了？妈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。浩子，你不能这样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。我的语气越来越冷。昨天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，爸说我是败家子，让我哪来的回哪去。你说没钱帮我，让我自己想办法。浩宇说别连累全家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一家人。浩子，妈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突然提高声音：“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
如果昨天是浩宇欠了120万，你们会是那种反应吗？电话那头又沉默了。妈，你说话啊！我继续追问。如果是浩宇欠了债，你们会让他自己想办法吗？会让他哪来的回哪去吗？这不一样。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小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冷笑。因为我是老大，所以就应该承受一切。因为我在外面工作，所以就不需要家庭温暖。不是的，浩子，够了！我打断他。妈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陌生人。我不会再给家里寄钱，也不会再回家过年。你们好好疼爱你们的小儿子吧。浩子，你不能这样。妈妈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为什么不能这样？我反问。昨天你们把我当外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？这时，电话里传来爸爸的声音：浩子，是爸爸，你听爸爸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他们轮番给我打电话、发微信，甚至让亲戚来劝我，我一个都没有理会。当天晚上，我开着新买的奔驰回到了北京。第2天，我就去找了最好的律师，准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。陈先生，您打算投入多少资金？律师问。先投5000万吧。我淡淡的说，名字就叫真情慈善基金会。1个月后，基金会正式成立。我成为了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慈善新星，而我的家人们依然在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甚至托人来北京找我。从我离开家的第2天开始，手机就没有安静过。浩子，你接电话吧，爸妈都急疯了。这是大姨的声音。浩子，你舅舅让我转告你，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这是表哥的微信。浩子侄子，你爸妈在我这哭了1晚上，你就原谅他们吧。这是邻居王叔的短信。最过分的是，他们甚至找到了我的公司。陈经理，外面有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要见你。前台小姐为难地说。我透过办公室的玻璃，看到爸爸站在公司大厅里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红肿，显然哭过。他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不停地向前台解释着什么，告诉他我不在。我冷冷地说，可是他说会一直等到您下班，那就让保安请他离开。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次。妈妈找到了我的朋友圈，给我的同事发私信，弟弟跑到我住的小区门口堵我，甚至连小学老师都被他们请出来劝我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个月后的那个晚上，我刚下班回到家，发现门口坐着一个人，是妈妈。她坐在走廊的地上，背靠着墙，头发花白了许多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看到我，她立马站起来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浩子，妈妈等你1天了。她扑过来想抱我，被我躲开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？我冷冷地问。我找人打听的。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浩子，你就原谅妈妈吧，妈妈知道错了，原谅你。我掏出钥匙开门。妈，你错在哪里了？我不该那么说你，不该不帮你。不对，我打断他，你错的是，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真正的儿子。妈妈愣住了。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如果当时是浩宇欠了120万，你会是那种反应吗？妈妈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答案很明显，不是吗？我推开门。妈，回去吧，有些东西破了就是破了，再也粘不回来了。说完，我关上门，留下妈妈一个人在走廊里哭泣。但我的态度很明确，当初你们怎么对我的，现在我就怎么对你们。有钱了就想巴结我，天底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
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